于今年第3季推出了全新5款 STEAM 益智教具组。那我们的市场是以国际为出发，所以我们是全英文设计。那在我们贩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们收到了一位蔡爸爸来电，请问蔡爸爸，你遇到什么问题？因为你们这个玩具看起来很专业，就是想了解一下。好，那个爸爸的问题是非常多家长都会遇到的问题。这款玩具除了玩之外，其实是有更多的心意在里面。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孩子有更多的创意思维、逻辑思考、空间概念等等的学习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来解决你的问题。我们重金礼聘到了数学界的国宝学芬老师，他在这个数学界非常的有名，是属于实作派的老师。那我们待会就会邀请老师亲自教你怎么带孩子玩这款学具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拍手欢迎老师。我们拿到这样学具的时候呢，其实可以先带着孩子来做分类。你觉得可以怎么分类？应该是可以用颜色，对不对？然后分类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引导小朋友呢来做观察。我可以问我的小朋友一共分成了几堆？对，那我们来数数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哎，你是个好爸爸，我会带孩子这样做。那我们可不可以把最长的先找出来，先照长短把它排好？问小朋友哪一个颜色是最长的？对，那应该红色的话会是最长的。哦，那真的吗？那我们就让孩子比比看。哦，真的红色最长，好，那我们就把红色先放在这里。比起来是蓝色比较长。哦，好，那就把蓝色是第2长。再来，我们就可以引导小朋友来看一下请问黄色应该是第3长吗？黄色还是你觉得黄色看起来是第3长，但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应该会觉得黄色跟绿色很像，所以我应该会叫他要拿起来比比看。哎，不错哦。那分类完以后，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图卡可以做设计哈，比如说像这个第1张，它是可以用红色的扣条3根来做一个三角形，你可以带孩子这样子做做看。那我们可以引导他说，哇，三角形有3个边哦。是我们家小朋友知道三角形、圆形跟椭圆形。哦，好厉害哦。我们做好这个之后呢，也可以问他说，那你觉得这3个边是有没有一样长？哦，看起来是有一样的。那可不可以证明一下，它3个边真的一样长？证明，要怎么证明？要拆掉吗？或者是叫他比比看吗？你刚才讲的方法非常好，就是拆掉，它真的也是一样长。所以这个三角形呢，它有一个很专业的名词，那这个一般来讲是比较高年级会教到。可是我们因为有学具的嘛，所以可以跟小孩子讲说，3个边一样长，它有个名字哦，叫做等边三角形。如果说他年纪还很小，那就直接跟他说，哦，这是一个同色的三角形就可以了。好。那我想要请教老师，除了这个三角形这样子做出来之后呢，我还可以有其他的颜色吗？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用每一种颜色都做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做一些创意的造型。其实孩子在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让他去感受到3根相同的都会可以做成一个三角形。因为太多要做比较，孩子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呢，你们就可以随便拿2个，问小朋友说，哎，你觉得红色跟绿色三角哪一个比较大？就可以做一个几何直观。做完以后，我们就说，那我们从大到小把它排一条线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引导孩子呢把这个扣起来。对，我们刚才放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没有注意它的方向，那你就会要扣的时候就去找它的方向。再来呢，可以把它直接扣起来。这样是不是像一个花环？然后可以帮小朋友拍照，做个留念。是画布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就要引导小朋友做一点数数。好，比如说，请问这边呢，一共有几个三角形？来数给爸爸听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非常好，就类似像这样。也可以问他说，那在绿色的2旁是什么颜色的三角形呢？绿色2旁，我们家小朋友应该会回答 yellow 跟 purple。哎呦，英文也这么好哈，太好了。好，然后再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你们的小朋友才5、6岁嘛，所以呢，你其实可以把这个蓝色的如果说拿掉之后呢，扣成这个花环以后，可以把它转成这样，会变成皇冠，然后可以帮孩子戴在头上。你很帅的，我帮你戴一下。OK， 好，谢谢老师。帮我拍照一下。皇冠加冕。OK。而且我觉得玩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，它可以花很多的时间，就是它可以自己玩，我可以做我的事情。你这样很像王子哦。对，太帅了吧！我要给我们家小朋友戴。那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像我还有看到第2张的这个图，那它这样的话是要让小朋友怎么变化？其实呢，我们这个设计是有一个层次的，像刚才做的其实就是等边三角形，也就是正三角形。那我们在小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，就让他直观就是操作就好了。那如果说他稍微大一点，你可以带一下名词。那接着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等腰三角形。
可是我们不用跟孩子特别讲是等腰三角形，可以说用2个颜色3根扣条来做。哦，对，然后做好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引导孩子，请问还可以配什么颜色呢？可以让孩子呢把这2个平放在桌上，哎，哪一个比较高？这个高一点点，对不对啊？很好。那现在呢，让小孩子把不同的颜色做出来，这个是2根红色，这样还可以看得出它的高低也不一样哎。对，除了大小不一样，把这一个跟这2个来做一个比较哈。那小朋友，你觉得这2个哪一个是比较高、比较矮？你要怎么比呢？这样看就很明显了。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把它平放在桌上，把这个底部从最短到最长把它排起来。如果把它排整齐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它很短的时候就比较高。那有没有发现这个底部比较长，就会反而比较矮？我们主要呢是说透过一个活动，就是会引导孩子，哎，这样做比较，这就是一个几何的探究，就非常好。老师，那我发现它接下来的图是正方形哎，这样可以扭来扭去，还可以变成菱形。很好，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观察哈。那我们就可以引导小朋友呢，如何让它固定变成正方形。有2种策略，一种就是我们可以找像这个格子，然后你把它边跟边固定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它就是会是正方形。也可以拿这样子的图形呢，你去你们家的那个像窗框固定到有2个边。还有一种方法，扣对角，就不能变菱形了。对，它就是一个正方形。那就不能用黄色哎，因为不够长。对。哦，那我们家小朋友就会发现这个距离就比这个距离还长。哇，太棒了！现在呢，你就做一个橘色正方形，那我做一个绿色的。好。那你就看看应该可以选哪一个颜色扣上去呢，就会固定，刚好是一个正方形，不会动。紫色刚好可以。太厉害了！那你觉得我绿色的我应该选哪一个？就是要比绿色长的，所以选黄色。哎，好像不行哦，黄色它会叫歪掉，那代表黄色还不够长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变成蓝色。哦，选蓝色。哎，其实你像刚才我们这样带小孩，就这个就是一个尝试。那孩子的想法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现在做绿色的话，孩子可能觉得可以选黄色，后来发现不行，那我们就再换一个。这个就是带孩子来认识正方形，这些学具是经过特别设计的。是哇，而且我发现这边还有很多的创意图形呢。从刚才的活动当中，我就发现你很有创意，你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爸爸。那我就想要问你哦。如果你要引导你家的小朋友的话，你会觉得要从哪边开始引导呢？还是说你要怎么问你们家的小朋友？这个图案吗？如果是这个图案的话，真的还蛮有难度的。我可能会先叫他选颜色，总共需要的材料是哪些？黄色要几根呢？黄色的话要6。好，那我们就把6根选出来。那绿色的呢？绿色的要3根。选出来之后呢，你可以问小朋友从哪里开始做。那你觉得小朋友应该会？我觉得他应该会说：“爸爸，我不会。”那我应该会跟他说：“从小的开始做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”已经做到这里了，来接着给你接看。这是一种方法嘛？其实呢，也可以这样子让孩子做出这种三角形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它扣起来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接黄色的边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观察跟探究。那我们小朋友从小开始，哇，完成了耶，好厉害哦！那你这时候就要让他做一些学习历程的记录。那刚才有提到说要数三角形，要怎么数？还是说这个绿色先拔掉的时候来数是比较简单？好，我们的图形是这样设计，可是你做到一半，你其实可以让他就直接来数。那怎么数呢？应该会先教他数简单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很好。然后会再问他说还能不能发现其他三角形？那还有别的三角形吗？像最大的就是还有一个，也是一个三角形。好，那还有吗？还有这个橘色的这样子也是一个三角形。太棒了！其实我们这个图卡的设计，你们都可以自己再把自己的创意都加进来哈。像刚才你在数这个三角形的时候，就是有数这个大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年纪还很小，就不用穷尽。像这种图形，如果说是高年级的小孩，我们就会希望他能够用有趣思考去穷尽，好不好？那像这个加上去之后。其实也有三角形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也是三角形，可是孩子比较不容易看得到。对。其实要做这个拼图呢，孩子会有不同的角度。好像刚才你都提到要从橘色的开始做，也许有小孩他会从外面看到，他会从黄色的先做，然后再慢慢把它扣起来，这个都 OK。那这个图形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，它其实是可以做出这3个像这样基本的图形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一张图啊，我是不是可以往这个地方扣一个，然后再来这一个，你把橘色往这边。这样是可以扣起来，然后让孩子观察到哦，原来这个图形它其实是有3个相同的图形，然后中间呢就还缺一个三角形，我们就把它补上。这样就只缺一个三角形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图呢就让孩子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图形，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创意的设计。那孩子透过这样子的操作跟观察跟探索，那他的创意就会提升。
经做好这个的，那我们先观察一下，中间是正方形，然后旁边有4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加紫色，我先加中间。中间有一个叉叉。对，好，来，另外一根给你加。好。回力镖，哇，我们家小朋友最喜欢的回力镖。嘿，太棒了！那咻！好，没有，你我咻完那个画面就。